未来地球人口暴涨，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漂亮国想出了个奇葩的法规：从小学1年级开始，一直到高3毕业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试，不及格的会被直接干掉。这个丧心病狂的法规名叫人类削减计划。当然，有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，这其中就包括小帅。为了警醒州长老爸，他竟然决定舍生取义，故意答错所有题目，成为削减计划的一份子。不料，州长利用权力偷偷篡改了考试结果，把学霸小美的成绩单和小帅互换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小美不仅没死，还把她的丑闻捅给了记者。原来改成绩的事儿，州长已经干过无数次了。最后在媒体的舆论下，州长迫不得已大义灭亲，恢复了小美的考试成绩，把儿子小帅送回了削减大军。然而，本该埋入黄土的学生们却被送到地下秘密工厂，成为了苦劳力。而此时的小美因为揭露州长丑闻，成为了时下最火的网红。州长为了洗脱暗箱操作的罪名，决定雇佣小美替自己发声，报酬自然也是大大的。可以说，只要他一点头，就能实现财富自由。此外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弟弟妹妹学习不好被干掉。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，心怀正义的小美还是决定再想想。不料回家的路上，司机封死了车窗，用迷药放倒了小美和弟弟妹妹。而当他再次醒来后，发现身处于一栋烂尾楼里，弟弟妹妹不见踪影。绑架他的人名叫大花，是反对削减计划的代表人物，还是一名女州长，更是总统候选人。大花对小美说，如果你帮助州长，他一旦当上总统，削减计划就会贯彻到底。反之，我成为总统，第一个废除的法规就是这该死的削减计划。大花让小美做双面间谍，迎合州长打入敌人内部，再趁机窃取他暗箱操作的证据，让他彻底垮台，还说会同家人出国避风头。没了后顾之忧，小美答应了大花的合作。新闻访谈时，小美不遗余力地赞扬削减计划的完美和州长的英明，这让州长倍感满意。镜头一转，来到地下工厂，小帅和前女友重逢。在他的解释下，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政府撒的弥天大谎，心里自然憋了一肚子的火。那年轻人泄火的最好方式就是找人干一架，结果挑错了对手，对方是个扛把的，被他和小弟们反打一顿，又被教官掰断了腿。这还没完，晚上又被扛把子窝在被窝里一顿毒打。昔日堂堂的州长公子，如今落得这般下场，真是叫人不胜唏嘘。然而小帅并没认命，他提出和扛把子进行笼内大战，1v1生死 battle， 最终他赢下了比赛，成为了新一届的扛把子。这边小美继续四处推广削减计划，因为人美声甜气质佳，很快就给州长赢得了大把的选票。这晚朋友深夜拜访，说自己任职的公司很奇怪，生产力远高于劳动力，还说公司每天都有一大堆没有去除的食物采购清单，这让他怀疑那些削减计划的人并没死，而是被政府偷偷藏在某个犄角旮旯，成为了可怜的打工人。为了确认猜想成立与否，两人刨开了小帅的坟头，打开棺材一看，果然空空如也。事后小美潜入办公室，在电脑上看见了本该死去的小帅，在拷贝完录像后，他决定去找大花，结果被女杀手半路拦下。生死关头，小美爆发了惊人的求生欲，利用跳楼摆脱了追杀。但是，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，好友被人用汽车炸弹暗杀。目睹了这一幕，小美是又惊又怒。不得不说，书真不是白读的。小美利用煤气设置了简易炸弹，炸死了2名刺客，又在和女杀手的搏斗中再次爆发求生欲，一把将她推下楼梯摔死。接着第一时间把手里的录像通知给记者。与此同时，身在地下工厂的小帅也没闲着，他率领学大们揭竿起义，把执法人员一顿暴打。之后又成功带着女友跑回地面，恰好被来此搜救的新闻媒体所发现。州长看到新闻后，大大的眼睛充满了疑惑，看来他也不知道儿子竟然没有死。此时他已经赢得选举，成为了漂亮国新任总统。可他这个总统并无实权，只是资本家眼里的傀儡罢了。原来这一切所谓的削减计划，只是资本家的一个骗局。他们利用学大的假死，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，又让支持计划的州长成为总统，为他们保驾护航。于是，在资本家的支持下，所有反对计划的官员都被找上门，一一灭口。小美小帅也重新被捕，但在返回地下工厂的途中，两人被救。看来故事还没完，但是影片已经结束了。这部电影名叫《人类削减计划2》。